这是唯一一部需在孩子陪同下成人才能观看的超大尺度民俗恐怖片，据说还是根据台湾省嘉义县真实事件改编。丧心病狂的导演为了拍好这部电影，竟真的把拍摄地选在了4大凶宅之首的民雄鬼屋。而这部电影的故事剧情简直能炸裂你的三观。2名假扮的道士对女孩进行了侵犯，女孩最终不堪重负选择了跳井自杀。事后无知的母亲居然听信谗言，将女儿的遗体给残忍分尸。可一旦罪恶的种子埋下，终究是躲不过因果循环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恐怖惊悚，强烈建议去邻居家借个孩子来一同观看。故事开始便是高能。一对小情侣来到泳池游泳，为了游泳的时候更加轻松，小琪摘下了外婆送给自己的辟邪玉佩，可殊不知正是她的这个举动，会即将引来可怕的邪祟靠近。只见小琪突然被什么东西拽入了水底，男友阿志见状立马下水营救。他清晰地看见小琪被一只无头女鬼拽住了小腿，原来阿志从小就拥有一双阴阳眼，他跟随着爷爷从事着殡葬行业，爷爷曾送给他一件辟邪的手链，可能正是这串手链起到了震慑的作用，那只女鬼突然就凭空消失了，而小琪也被附近的人给解救了上来。可一旦招惹上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想要甩掉它可没有那么简单。在中元节的这天，小琪和妈妈跟着外婆去扫墓，可就在祭拜的时候，小琪却不辞而别，似乎有股莫名的力量在牵引着他。他来到了一处被灵符封禁的荒坟前，接着又不受控制地打开了石门，突然一股邪风从里面冲了出来，小琪变成白内障的同时还被冲飞了出去。至此，一场可怕的噩梦正式到来。不久后，天色渐晚，母亲和外婆俩人一直在四处寻找小琪，可却始终没有发现她的踪迹。然而此时的小琪已经来到了阴森恐怖的老宅，这里是外婆明令禁止不准靠近的地方。小琪鬼使神差地来到楼上，手持一把大砍刀砍断了铁链，随后走到了一扇贴满符咒的房门前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电闪雷鸣，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。进入房间后，小琪拿出藏在床底的骨灰坛，然后举起来吧唧一下将其摔得稀碎。眼见无法找到小琪的下落，母亲和外婆当即就报了警。根据附近村民提供的线索，有人看见小琪走去了老宅的方向，于是在警车的护送下，他们也第一时间赶到了老宅。可是，一打开车门，警官顿时就被吓得后背发凉。回到车上后，便再也不敢下来，因为对这个早已出名的鬼宅，换做谁都不敢擅自闯入。寻女心切的盛兴刚一进入房间，便四处寻找，可是寻遍了楼下也没有找到女儿的踪迹。只见外婆急匆匆地从屋内走出，一边焦急地打着电话，一边嘴里还在不停地大喊着完犊子了。眼见电话无法打通，他便急匆匆地又走出了老宅，说是要赶紧请个法师来解决麻烦。可外婆前脚刚走，作死的盛兴就立刻跑到了楼上，毕竟多1分钟女儿就多1分危险。只见昏暗阴森的房间里遍布着被摔碎的骨灰坛子，再来到一面镜子前，盛兴在上面竟然看到了一排血红的文字。然而更恐怖的是，一把梳子竟自己悬在了半空中，甚至还将盛兴的头发缓缓地梳了起来。在盛兴受到惊吓的同时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个靠谱的好东西。这么精彩的剧情一定离不开好的设备观看。我最近就换了个新手机，旧手机我拿爱回收上卖了，上市公司安全可靠，体验还挺方便的，下单就有人免费上门估价。我用了几年的苹果14还卖了5100多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要我说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电脑，去爱回收就对了。诡异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，盛兴尖叫着想要立刻离开这里，可房门却突然反锁，无论盛兴如何掰着门把手也都打不开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头顶上竟然落下了几滴血。盛兴慌乱间躲进了一个柜子里，可下一秒一双大手就突然拉开了柜门。原来是阿志找到了这里，他在下午就约了小琪一起看电影，可不久后小琪就突然失联。在得知小琪在老宅附近走失，他特地赶来帮忙寻找。听到这里，盛兴总算是舒了一口气，而阿志却一直用异样的眼光死死盯着眼前的女人。突然一旁的镜子咔嚓一声破裂，但奇怪的是，明明没了镜片，它居然还能反光。就在这时，镜子中传来了小琪的哭泣声。是小琪声音，我有听到。两人慢慢的走上前，阿志小心翼翼的伸手触摸，发现镜子居然能够穿透过去。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，从镜子中爬到了另一个空间。这里的一切显得非常古老，看上去完全不是这个年代的风格。正当他们小心翼翼的查看之时，外面又传来了轻微的呼救声。透过窗户向外面望去，竟然看到小琪已经来到了井口边。只见他慢慢的走向井口边缘，整个人仿佛被控制了一般。只剩我一个人，你们全部都会平安。等到盛兴赶下楼时，小琪就直接纵身跳入了井中。小琪！此时四周又传来了诡异的笑声。正当盛兴被吓得四处查看时，危急时刻，阿志及时赶到，他一边抓住盛兴不让他掉下去，一边嘴里念着爷爷教给他的驱魔咒。好在起到了作用，盛兴这才捡回了一条命。两人赶紧躲回了宅子里。可奇怪的是，这里的装饰和布局居然变得跟盛兴家里的一模一样。两人急忙躲进桌子下面。阿志说，刚刚跳井的根本就不是小琪，而是一只可怕的恶鬼。鬼！我刚刚就想跟你讲，我看得到。
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桌子就不知道被哪个捣造的玩意儿给拖走了。就当两人哆嗦的起身时，身后的供奉台又突然被破坏。此时的圣心已经近乎崩溃，对着空气不停地发出尖叫。阿志建议立马原路返回，然而这时楼上又传来了小琪的呼唤声，他担心女儿的安危，于是便顺着声音来到了2楼。只见小琪正坐在钢琴前，看见妈妈的到来，这死孩子居然立马拿着剪刀对准了脖子。圣心见状赶紧上前阻止，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！你说什么冷静一点，圣心！儿子，你快帮我！阿姨，我是小琪。果不其然，等圣心回过神来，竟发现怀里的小琪又变成了一具人偶。下一秒，人偶的头颅突然吧唧一下断裂，吓得圣心又是一顿滋哇乱叫。就在两人准备从镜子原路返回时，阿志发现镜子居然变成了食物，现在唯一的退路也被封死。此时楼下传来了外婆的声音，原来是他请来了法师封闭井口，可两边处在不同的空间，无论两人如何呼喊，他们都听不见。这里的阵法正是这位法师当年布下的。当看见地上碎裂的骨灰坛子，他立马意识到是恶鬼上了小琪的身，然后控制他的身体破了阵法。法师让老太太拿出床底下的一张照片，他在照片背面画上了符咒，完事后交给老太太一块天尊令牌，让她对着照片一顿猛抽，并且边抽还要边喊她的名字。但仔细一看，照片里的女人竟然跟圣心长得一模一样。随着老太太每一次的敲打，镜子内的空间就会跟着产生震动。这时法师发现了异常，他察觉到了那只恶鬼已经悄然靠近，只听见不远处的走廊里传来一阵低沉的嘶吼声。小琪，你不是你的小琪，继续打。我的是。给，卡给呢？小琪在干嘛？小琪，我会的。一股邪气从小琪的嘴里喷涌而出，似乎恶鬼正在抽离出他的体外。与此同时，镜子内的空间也随之天塌地陷。阿志拼尽全力冲出了空间，然而慢了一步的圣心却跌入了无尽的深渊。阿志迅速抱起小琪来到楼下，在把所有的镇压法器破坏后，阿志让小琪躲在里面，自己则先去查看情况。此时楼上的外婆刚一转身，就被一只可怕的黑手掐住了脖子，眼看外婆的生命危在旦夕，法师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朱砂。接着他又拿出一把利剑用来驱魔，可环顾四周却始终无法找到恶鬼的方位。是恁查某囝回来报仇啊！法师的话还没说完，他的驱魔剑就被震落到了地上。看来这只恶鬼的道行非常高深，就连法师现在也无法对付。而接下来又发生了更极其恐怖的一幕，一滴黑血突然落在了外婆的额头上，他根本不敢向上面看去，但那双黑手却已经瞄准了他的脖子。只见无头女鬼化作千丝万缕钻进了外婆的七窍中，没一会儿就占据了她的身体，下一秒她的眼睛就失去了瞳孔。法师自知无力与之抗衡，被吓得撒丫子火速开溜，然而老太太却提溜着菜刀在后面紧追不舍。惊慌中法师从楼梯上摔下，老太太继续朝着他步步逼近，这该死的压迫感别提有多刺激了。牛逼的老太太目露凶光，一刀接着一刀的疯狂劈下，直到法师被砍得血肉模糊，她才就此作罢。阿志眼看着老太太朝着自己这边走来，他被吓了，赶紧急急脚的跑路。可谁成想老太太居然瞬移到了面前，锋利的菜刀在阿志的脖子上不停的比划着，但老太太却迟迟没有下手。看来她并不准备杀掉阿志，似乎是要他帮自己完成某件事情。阿志被迫来到那口枯井边，在老太太的指示下，他举起斧头将封住井口的木头给劈开，然后顺着绳子来到了水井底部，在土里他挖到了一块画满符咒的包裹，顺利的将包裹带上来后，老太太又命他将包裹打开。阿志听话的照做，可就在包裹打开的一瞬间，阿志立马就被眼前的东西吓得连连后退。没想到里面居然是一颗头颅。至此，一段尘封的往事被揭开。原来老太太一共有3个孩子，一个宝贝儿子和2个女儿。圣心和德心是一对双胞胎，但老太太重男轻女，满眼都只是自己的大儿子。由于共同缺少了母亲的关爱，所以两姐妹的关系非常好。但姐妹俩不同的是，姐姐和圣心的嫉妒心强，而且还爱表现；妹妹和德心则是性格温柔又胆小。这天，圣心的鞋子不小心掉入了河中，哥哥为了帮妹妹捡鞋，不幸溺水身亡。由于害怕母亲的责备，圣心便忽悠妹妹跟自己换了鞋子，还故意指责是妹妹害死了哥哥。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，母亲便对德心更加的心生怨恨。被天天关在家里的德心渐渐的心里产生了疾病，他总会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。老太太为此找来了法师驱魔，而法师却以驱魔作为幌子，带着他的爱徒轮番侵犯了德心，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，他都受到了伤害。最终德心不堪重负，选择了投井自尽。师徒2人由于害怕遭到报复，于是便故意欺骗老太太，说德心生前愿
怨气太重，只能将头砍掉封印在枯井之中，然后再烧了他的尸身镇压在供奉台下，最后再把他生前的遗物封印在古宅楼上。圣心在知道这一切后非常的生气，便质问是不是母亲逼死了妹妹。在两人的一番争斗中，圣心脚底一滑，不慎掉入水井摔死了，只留下了才出生不久的女儿小琪。然而变成鬼的何圣心认为自己并没有死，他一直陪在女儿身边，看着女儿一点一点的长大成人，所以在之前一起扫墓，一起寻找小琪的下落，再到车里都只是老太太一个人。而阿志之所以能看到圣心，只因她是小琪的妈妈，所以一时大意忽略了自己的通灵能力。在因果循环下，法师最终遭到了报应，而此时德心的鬼魂还附着在母亲身上，他恨透了母亲，是母亲把自己推进了无尽的深渊。只见他把自己的头颅摆在面前，然后驱使着母亲的身体不停地磕头认错，以此来平息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委屈和怨恨。眼见老太太就要磕死在这里，孙女小琪也赶了过来。他不是阿妈，大概你就是那个变态道士啊！他已经死了，你放过阿妈吧！阿妈死了，小琪怎么办？在阿志的劝说下，终于唤起了德心最初的那份善良。渐渐的，他停了下来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愿？我可以帮你。此话一出，德心已经潸然泪下。他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任何一个人，只是命运为何对自己如此不公？最终，他也彻底释怀，希望能够和姐姐永远在一起。把我和姐姐埋在一起。真相大白之后，老太太被警方带走，她也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。看到这里，或许大家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然而最后还有一个惊天大反转。其实这一切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强大的恶灵。在警局里，精神恍惚的老太太说出了一段令人胆寒的往事。老太太的丈夫阿强生前是一位富家少爷，有一天他玩弄了府上的一位女佣，而这一幕刚好被老太太发现。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，老太太将女佣推入井中杀害，就此他们一家人都遭到了诅咒。深夜里，阿强听到了女佣冤魂的呼唤，便鬼使神差的走到了院子里，然后拿起手枪朝着太阳穴扣动了扳机。此外，何胜新的意外摔倒，还有老太太儿子的不幸溺水，包括何德新的跳井，其实都是那名女佣前来索命。最后，女佣回到了老宅，影片也随之悲情落幕。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鬼神之说，而是赤裸裸的人性之恶，善恶到头也终究是因果循环。